生告诉我肺癌晚期的时候，我兴奋地把医院的厕所舔了一遍。我这一生活得太苦太累，读书被同学欺负，上班被领导刁难，结婚后被妻子各种嫌弃，早点离开也是好事。然而厄运却接连不断，被人当成小偷，坐地铁被当成偷拍狂，甚至去公园上厕所都遇到老太碰瓷。既然这样，毁灭吧，谁特么都别想好受。出了医院，脑子里回想着医生的话，我不知所措地走在街道上，正想着怎么跟妻子离婚时，忽然响起了一道清脆的手机铃声，不知道谁的手机掉在了马路边的凳子上。我走过去接下了视频电话，屏幕中显示出一张大饼脸。你听好了，偷窃财物2000块就够判刑，你的脸已经被我录下来，所以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，马上把手机给我送过来。这手机15000块，我懵逼了，这胖女人居然把我当成了小偷。我没偷你手机，应该是你掉这里了，过来拿吧。听女人说要报警，我习惯性害怕麻烦，耐心解释我手机会掉，你以为我傻子？赶紧给我送过来，别讲任何条件。怎么这么多傻波音？我眉头一皱，刚想继续解释一下，电话中又多了一个男人的脸。你特么的给我听好，手机是我送女朋友的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不给老子送过来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你特么的！我终于爆发了，本来心情就差，还被诬陷偷东西，我直接把手机往马路中间抛去，随着一辆辆车开过，直接把手机碾压成了一堆渣。看着碎成渣的手机，20多年来第一次感觉这么爽。此刻的我终于释然了，去特么的！剩下的6个月时间，老子只为自己而活。回到家中，妻子柳如烟穿着浴袍出来，她看见我眉头一皱，今天回来这么早，把电吹风给我拿过来，我晚上要去喝酒，给我熬点小米粥。我没有说话，默默地拿过吹风机递给了柳如烟，她厌恶的表情一点都不掩饰。滚开，去漱口洗脸，你又抽烟了，给你说了多少次，抽烟之后没洗脸不准进屋。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高分贝的大喇叭又开始了，那是小区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，他们每次都会跳到很晚，周围的居民反映了无数次，甚至都报警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之前为了让这帮大佬降低音量，我买过几箱汽水送给这些武林人士，大爷大妈喝完汽水卖掉空瓶子，跳得更欢。今天我不打算再忍了，我走进储物间，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手中多了把铁榔头。柳如烟鄙视地看着我，软蛋，每次样子很凶，事到临头就怂，别怂，砸了音箱，老娘随便你怎么样。我晃了晃手中的榔头，感受了下重量，拉开房门，给柳如烟留下一个背影。柳如烟觉得有点不对，这怂蛋今天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他头发都步步的吹，来到阳台想看我吃瘪，然后作为嘲笑我的素材之一，我下楼，楼门口多了几大箱水果，还有12升1桶的纯净水6桶，这都是9楼唐月月家的。唐月月一看到我出来，就马上叫住我，把水果和水搬进电梯。我家门没锁，你放厨房，记得码整齐，别碰着厨房冰箱。以前的我不懂拒绝，唐月月经常指挥我干这干那。我拎着铁榔头看了一眼唐月月，没空，自己搬。唐月月火大了，我一个女人，你让我搬这么重的东西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大家都是邻居，相互帮个忙而已，有你这样自私的人吗？搬东西找你老公去，少特么的道德绑架。我没好气的说，你有点脑子吗？我老公每天上班有多辛苦你知道吗？我当老婆的难道就不能心疼一下自己的老公？真是无语了，我没理这个女人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几步来到跳广场舞的地方，2个2尺高的木质音箱，声音高昂，功率十足，让整个小花园有种环绕立体声的感觉。我走过去，二话不说，一把拔掉电源，音乐声戛然而止，跳得正欢的老人们都停了下来。默音乐，跳舞不带劲，这让他们非常不爽。你想干嘛？把电源给我插上。好几个老人都认识我，我送过汽水给他们喝，所以对我的印象不错。我朝着老人们笑了笑，拿出铁榔头，手一挥，想干啥马上就知道了。咔嚓一声，铁榔头砸在音箱上面，老人们愣住了，片刻之后全都大叫起来，你疯了，住手，赔钱，我的音箱啊，好几百块呢。我没住手，3、5两下将音箱砸得稀巴烂，把 MP4 播放器给砸了，还使劲踩了几脚，太爽了，还特别解气。我朝他们甜甜一笑，这下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吧？老人们气坏了，老人越是气愤，我感觉越爽。以前是我气，现在轮到你们生气了。几个老人要上来找我拼命，做好要抱住我大腿不放的姿势，还有个老人顺势躺下，捂着心脏高喊杀人了，快来人啊！声音惨绝人寰，但是没人鸟他们。我收好铁榔头，拔腿就走，没给老人缠住的机会。他回到楼下，对着怨气十足的唐月月说，我找了几个老人给你搬东西，马上就来。唐月月一听说我找了人，怨气也消失了，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。我没理唐月月，快速进电梯，回到自己家里。柳如烟在阳台上看到了这一切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是她那懦弱的老公，做事如此果决，连老人躺地上耍泼都不管，砸音箱的样子太帅了，结婚2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帅过。我回家换鞋，收好榔头，洗手漱口，然后盯着柳如烟。柳如烟读懂了我的目光，别，要不等我聚会回来再说。柳如烟都忘记叫我窝囊废了，我直接扑了上去，跟她来了个负距离接触。2分半之后，柳如烟气恼地说，窝囊废，你是爽了，我还得重新去收拾，烦死了，离婚吧。我直接对柳如烟说道，什么意思？爽完就要离婚？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拔掉无情？窝囊废，你不是一直想嫌弃我没用吗？现在给你自由，去找个能力强的老公。我不想多说，我身体累，心也累，牛逼了是不是？有本事再来一次，窝囊废。柳如烟继续打击我，尽管刚刚我的表现让她相当满意。门外很嘈杂，我拉开门，门口有大量老头老太，还有唐月月，全都红着脸也红着眼。不要以为给点水果我们就不找你赔钱，一共2200块。股民是广场舞的头目，他快70岁了，张口就找我赔偿，要得理直气壮。给水果？给什么水果？我有点懵逼，他们把我放楼下的水果全抢了，说是你赔偿他们的。唐月月说话都带着哭腔，唐月月以为这帮人是我找来帮他搬水果的，她开心的把水果分给这些人，这些人是真的帮搬了水果，只不过搬到自己家里。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。我没想到随口说一句话都能惹出这么大误会。这时候柳如烟穿戴整齐，拎着精致的小包，对站在
在门口的我说：“让开，我去聚会。凌晨2点左右记得给我电话，如果我喝醉了，你来开车。”看着妻子那张精致的脸蛋，我正要让她留下来谈离婚的事情，可她直接就离开了。看来她以为我说离婚是开玩笑的，给钱，再不给钱我就报警。你严重扰民，干扰居民正常娱乐和休息，你知不知道？股民用手指着我，唾沫横飞，指头都快碰到我鼻子了。我说道：“本想给你们每个人1000块赔偿，既然你要报警，那让警察来处理，我在家等。”说完，我砰的一声关上门，打开手机开始录音。门外的大爷大妈被我的态度给激怒，又闹又骂，还使劲雷门。巨大的嘈杂声伴随着唐月月的哭骂声。我倒了杯果汁，坐在进门口，不紧不慢开心的喝着。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病，笑容就慢慢从脸上消失。这人间太苦太累，早点离开也是解脱。就这样吧，该准备后事了。我忽然没兴趣录音，收起手机回卧室，衣服都没脱，倒在床上，迷迷糊糊中竟然睡着了。咚咚咚，楼板有节奏的响起，又是楼上的小孩在跳绳。说过无数次，希望这小孩跳绳去楼下，这家人从来没听过。我看了看手机，已经是晚上10点了，看来还得再用一次铁榔头。我拿着铁榔头来到7楼，轻轻敲门，开门的是小孩子的母亲，看是我，脸色马上拉下来，是不是又要来干扰我儿子跳绳？你知不知道小孩体育考试要考跳绳？你拉着个脸是什么意思？你好意思跟一个小孩子计较吗？我先开这女的，走进客厅，客厅中小孩子在跳绳，孩子的父亲一边看电视一边数着孩子跳绳的次数。孩子父亲看到我，明显愣了一下，你来干什么？来干什么？说过无数次，就没必要再说了。我知道现在孩子读书很辛苦，但是这不是你们扰民的理由。你要是去楼下跳绳，跳到天荒地老都没人管。咣的一声响，我一铁榔头砸在电视屏幕中心，液晶显示屏刺啦几声，发出电流声之后，变成碎块和一堆电子元件。男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的铁榔头已经砸在茶几上，茶几面板是玻璃的，我用力太大，哗啦一声，钢化玻璃直接变成一堆碎渣，茶几上的茶杯、水果等等跳起来，然后掉在地上，一片狼藉。这是第一次。我说完收工走人。哇，小孩吓坏了，哭出声来，夫妻2人也吓呆了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女的要报警，男的脑海中浮现出我那平静的表情，一阵冰寒从他心底冒起。报警最多赔偿点钱，万一报复他们，那铁榔头、钢化玻璃都能敲碎，敲到人脑上肯定没活路。算了吧，豆豆以后去楼下跳绳，我们凭什么要听他的？我不怕他。女人怒气冲天，坚持要报警，被男人眼神阻止。我回到家，感觉非常爽，太解气了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不要命的不怕光脚的。我没睡觉，我看到手机上妻子在4个小时之前发的定位，陷入沉思。我常常会怀疑，我们之间应该是没有爱情的，纯粹是因为条件合适才结婚的。2人常常因为利益吵架，却从没怀疑对方可能出轨。我一开始以为是相互信任，此刻才明白，是因为不在乎。爱出轨你出无所谓，只有不在乎才完全相信对方，即使半夜没回家也无所谓。妻子经常去和闺蜜聚会，几乎每次就要让她去开车接。我认为是女人虚荣心作怪，柳如烟要向闺蜜展示她有一个疼她而且很听她话的老公。我纠结一阵，最终还是决定离婚，财产分割，给这女人留一半。女人再有千般不好，毕竟夫妻一场都要死的人了，何必计较太多？我只想走得安心，走得无牵挂。晚上2点，手机准时响起，传来其中柳如烟含糊不清的声音：“窝囊废，来接我。”我早已习惯，我打车去酒吧，把喝得晕晕乎乎的妻子背出来，去地下停车场找到车，把妻子塞进后排座位，开车回家。回家之后，2人分床睡，各自安好。第2天，我开车来到公司上班，坐在工位上刚吃了2口早餐，手机就响了，一个陌生的电话。我按下接听键，电话里面传来愤怒的声音：“把车一开，你把我的车位给占了。”停车的时候，我很确定自己是停在流动车位的，我怀疑对方打错电话了。你可能搞错了，我停在流动车位的，你的车牌是不是 MB9527？ 是啊，怎么了？那就没错，这个车位是我的。你等等，我马上下来。我开始有点不确定，快点，我有事。电话里的声音很不耐烦。不一会，我来到了车旁边，一个男人，年龄看上去不大，肚子很大，站在一辆黑色的奔驰旁边。男人旁边是物业保安，保安在陪着笑。请问是你刚刚给我打的电话吗？我2口吃完早餐，感觉胸口隐隐作痛，估计是癌细胞也醒来，开始活跃了。别废话，赶紧给我开走，这位置是我的。胖子男人脸上很不耐烦。我看了看车位的划线，明显是流动车位，这车位什么时候成了私人的？我问保安，保安害怕被投诉。陈先生，这车位是流动的，谁都可以停。那位张先生以前一直停这里，您今天来的比较早，张先生希望您能移开。我发现这个车位相当不错，上面有块很大的牌子，刚好能遮挡阳光，难怪这个胖子长期占这个车位。流动车位不是一直都是先来先停吗？我问，顺手按下遥控开关，车里的行车记录仪被打开。保安也很郁闷，来这里停车的都是大爷，他谁都不敢得罪，要不您移动一下，这边好多空位置。保安看我好说话点，没兴趣。我觉得这车位挺好的，我不想为难保安，但也不想移动车位。我看那胖子不爽，胖子男人火气上来了，你特么的想搞事是不是？你信不信老子把你车砸了？我笑了，不砸是孙子。胖子男人打开自己车的后备箱，拿出一根棒球棍，对着空气挥舞2下，呼呼有声。马上给我道歉，不道歉我弄死你！快点动手啊，孙子！我很淡定的表现，把这男人气得发抖。你特么的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爸是谁？胖男人那肥硕的脸贴过来，脸上的几颗青春痘好像要从脸上掉下来。你爸是谁？问你妈去！别赖我，我才27岁，没你这么大儿子。我掏出一支烟，点着美美的吸了一口，咣！胖子男人拿出棒球棍，狠狠地砸下去。本来是对着我脑袋的，我鸟都不鸟。胖子男人强行让棒球棍拐弯，砸在地上，反弹的力特别大，让他的手都麻木了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上去了。别砸地面，水泥地挺硬的。我弹了弹手中的烟头，神情很轻松，很不屑，根本就没把胖子男人当回事。胖子男人气得快吐血了，他血往脑门冲，
提起棒球棍，对着我的车用尽全力狂砸，好像那是我的脑袋。车盖、车身被砸扁，车玻璃被砸碎。胖子男人力气真不错，火气也不小。砸完之后还踢了车身2脚。发泄完毕，胖子总算平湖了，敢跟老子斗，你还嫩了点。保安在旁边看呆了，我很淡定的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有人砸车，快来呀，要出人命了！附近警察局离这里不到1公里。5分钟之后，2辆警车到来，车停好之后，出来4个警察，听说要出人命，警察来的比较多。胖子男人看到警察来了，依然很淡定，似乎跟警察认识。我看出来了，这个胖子应该是有什么背景，不然不会如此嚣张，背景也应该不强。真正强大背景的不会跑这里上班。警察开始各种角度拍照、记录等等，显得很专业，公事公办。弄完这一切之后，开始问怎么回事。事情经过非常简单，警察问完之后，关掉执法记录仪。我知道正式操作开始了。你们这个事情属于民事纠纷。从张先生的描述中，他长期停在这个车位上，没有任何人质疑，说明这个车位的使用权是归张先生所有。陈先生，你霸占他人车位，这是不对的。我建议你给张先生一点精神赔偿就行，不多，象征性的给几百块，这个事情就此了结。陈先生，你看如何？毕竟你们都是有教养的人，你也不缺这几百块。有犯罪记录不太好。警察说话的声音很温和，原来那个胖子姓张啊。我笑了笑，说道：多谢张先生宽宏大量。警察先生，请问你知道物业给出的车位管理条例吗？不清楚。警察看我的样子，估计不太好惹，马上转换口气，既然不清楚，怎么变成我霸占张先生的车位？另外，砸车的是谁？我站在这里什么都没做，我怎么会有犯罪记录？张先生说了，你辱骂他的家人。张先生说的内容就是证据。你问过我吗？你问过旁边的保安吗？就算我辱骂他家人，也只是辱骂，而不是霸占他的车位吧？请问我的哪一条行为会产生犯罪记录？陈先生，您别急，小布是我们警局刚来的，他毕业没多久，经验欠缺，他也是好心，希望你们和解，您别误会。另外一个警察马上过来打圆场，你还是打开记录仪吧，公事公办。如果真是我犯罪，我认，该赔偿赔偿，该枪毙枪毙。我脸色很平静，很淡漠，让来劝架的警察更加心慌。他多年出警经验，知道越冷静的人越不是好对付的。姓张的胖子男不屑地笑了，等着，进了警局，我看你还老不老实。警察打开车门，要让我和胖子男上车。我拿出手机，稍等一下，我等记录上传完毕。什么记录？警察和胖子都吓了一跳。我开了行车记录仪，从跟张先生交流到现在，记录仪一直开着，录像应该能作为证据吧？我淡定地说。胖子男脸色一下就变了，我是个程序员，习惯性把行车记录仪上的文件上传到网络，刚刚已经上传完毕。我有7个邮箱，每个邮箱都保留了1份，这下你们放心好了，记录不会丢失的。现在可以去警局了。我主动坐进警车，刚刚打圆场的警察坐进车里，低声问我，你那个记录仪什么牌子？录制的效果如何？我手机上也收到了1份，你看看吧，挺清晰的。我点开视频，把手机递给警察，总共15分钟的视频，警察还没看完视频，警车已经开到警察局。到警察局之后，这次出警的4个警察加胖子男都看了视频，这算不上故意毁坏他人财物。我网上搜索了一下，好像除了赔偿还要判刑的，刑期不长，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像小学生一样请教警察叔叔，我们只负责记录，判不判刑不是我们的职权范围。警察也很心虚，刚刚他们的表现是有问题的，这个视频如果放网上去，他们的警察生涯会受到严重影响。胖子男没想到自己的冲动会带来如此大影响，被阴了。胖子男心中想着，我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吗？胖子男问。还没正式开始审讯，胖子男的要求得到允许。等了10分钟，胖子男才进来。胖子男脸上的嚣张全部消失不见。很显然，视频如果公布到网上，胖子如果被人肉，可能会牵扯到他背后的所谓关系。对不起，陈先生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给您带来的损失，我愿意赔偿。您看100万够不够？胖子男好像很有钱的样子，开口就100万。我想笑，我可是程序员，这种低层次的陷阱，他怎么会跳进去？张先生，照价赔偿就行。我的车17万买的，折旧之后估计13.6万左右。车里的高保真音响设备是托朋友买的进口货，稍微有点贵，6万多。今天我是没法上班了，我工资3万1个月，按22天算，每天工资大约1500块。需要我开收入证明吗？我谦虚地问。如果我要了那100万，就是敲诈勒索，数额巨大，足够判我好几年。我把理赔清单列出来，即使数字大一点点，也只是合理要求，谁都不是傻子。胖子男知道今天遇到狠人，他终于放弃坑我的想法。2人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，和平友好的签订了谅解协议。张胖子赔偿我37.79万元，胖子也是爽快人，立即打款。3秒之后，我手机上收到银行发来的到账通知，我主动给胖子握手，合作愉快。胖子男想一把把我的手捏残疾，他用力地握了握手，哥们儿够狠，佩服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接电话，什么？东升派出所，我马上就来，最多半个小时。我刚挂了东升派出所的电话，手机又响了，对，我就是我，长宗派出所吗？上午我没空，下午3点左右吧，肯定来。负责审讯的警察和胖子男都惊呆了，这货到底是干嘛的呀？还没离开派出所，又有2个派出所来电话了。抱歉，如果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我抱歉地给几位警察笑了笑，还特意朝着胖子男点头致意。胖子男差点哭了，我遇到的都是什么人啊？我打车去了东升派出所，刚进门就听见熟悉的吵闹声，5名老大爷在最前面，嗓门也最大，几位老头老太义愤填膺，看到我之后，一把扭住我的胳膊，就是他，这下绝不能让他跑了，砸我们音箱的就是他。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把我和几个老人带到一间大办公室，警察边做笔录边对我说道：“我们接到报警，说你昨天用铁榔头把他们的音箱敲坏了。”
严重干扰了他们正常娱乐。我点了点头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小区有一小片空白区域，类似街心花园，几位叔叔阿姨喜欢跳舞，将路灯的电线拨开，撕拉乱接电线来播放音乐。小区除了老人，还有很多小孩子，万一触电非常危险。刚好有小孩子路过，我怕把小孩电着，情况太紧急，来不及商量就砸了音箱。这么说，你砸音箱的事情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当时太危险了，叔叔阿姨年纪大了，估计也没几年好活了，他们被电死了无所谓，可是小孩子不能有危险啊！这种不顾小孩安危的事情真的是太缺德了，畜生才能干出这种事情，我真的非常痛心。现在物业也真是的，撕拉乱接电线也不管，电力公司的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这种现象也没人来罚款。哎，我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还没说完，已经把几个老人气得炸裂开来，这不是明摆着骂他们缺德是畜生吗？几个老人打算装心脏病发作，看了看天花板斜上方，好像是摄像头，而且好几个，肯定有录像，只好强行忍住。警察，他说的是假的，他就是讨厌我们跳舞，说声音太大影响他们休息，千万别相信啊！你出口伤人，不尊重老人。股民终于没憋住，请不要干扰我记录，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轮到你们做记录的时候，我自然会让你们说。警察也很头大，这些老人完全不在意规则，只管自己爽。警察终于登记完口供，当然内容也被我描述成老人撕拉乱接电线，而不是跳舞扰民。警察问是谁撕拉乱接电线的，几个老人相互指责，都不敢承认是自己干的。老人之间竟然开始内斗起来了。警察带着我和几位老人一起回到小区，发现路灯的电源的确是被人拨开了，有人在上面装了一个插座，这证明我说的是真的。通知电力局的人过来，电力局的人也说这种露天插座非常危险，容易漏电，一旦下雨，漏电的可能性会翻倍。插座的位置非常低，小孩子很容易就触摸到。老人们死活不承认是自己装的，最后电力局和警察都没办法，只好宣布下次再发现乱接插座，电力局的会罚款，警察会将人拘留，日期至少15天。警察走后，我露出胜利的微笑，收拾你们这帮老东西，小意思。已经是中午，习惯性省钱的我回到家自己做饭，老婆柳如烟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每次喝酒太多，她都会睡到下午2、3点才醒来。被老板辞退之后，她干脆不上班，在家当全职太太。我进入厨房煮了碗面，打算吃完就去上班，好香。柳如烟醒来，看到面条，不洗脸洗手，直接坐在餐桌旁，窝囊废，筷子都不拿，你想让我手抓呀？我洗好筷子递过去，我没给你煮，得了吧，为了讨好我，班都不上，特意给我煮面，说吧，是不是想涨点零花钱？我想离婚，呵呵。柳如烟发出笑声，一点笑意都没有。她埋头吃面，我重新给自己煮了碗面，两人默默吃完，我把碗筷收拾好，然后再次提起离婚的事情。你真想跟我离婚？你没吃错药吧？柳如烟见我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很好奇地问。我打开床头柜，把病历找出来，翻到最新的那一页，医生说了，肺癌晚期，存活期6个月。柳如烟看到病历上写的诊断结果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过了好几分钟，她才哭出声来。原来这个女人还是有一点点在乎我。我也想哭，心中某种坚硬的东西在慢慢融化。柳如烟忽然扑进我的怀里，紧紧地抱着我。对不起，老公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对你关心太少了。我眼睛红了，没事，都这样了，说对不起又有什么用？非要离婚吗？柳如烟抬起头，泪眼朦胧。对，房子车子我都打算卖掉，留一半给我父亲养老，其他的都给你。离婚了，你重新找人也方便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一个寡妇，名声不好听。我不离，随便你，我马上要去派出所。我不离婚，你就去派出所。柳如烟怀疑我的癌症没长在肺里，长在脑子里了。这2天你可能没法用车了，车被人砸了，正在修。柳如烟脑子有点跟不上，一会儿派出所，一会儿车被砸了，这弄的是哪一出？来到长丰派出所，接待我的警察看了看表，陈先生，对方还没来，你先做一下笔录吧。我点了点头。有人报案说在长丰公园附近你偷了他的手机，你的脸也被录了下来，这是真的吗？我直接把经过说了出来。我从医院出来，路过长丰公园，看到路边有椅子坐着休息，电话响了才发现椅子上有手机。打电话的人二话不说就说我偷了他手机，还要我送过去。我当然不可能给他送回去，把手机放原处，后面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2个做笔录的警察相互看了看，怀疑我在说谎，但却也无可奈何。还有要问的吗？如果没有，我去上班。没了，你再等10分钟吧。报案的人可能迟到了。我看了看表，有点不耐烦，约的时间是3点，你们为什么不让他早点来？我们约的他2点50到。警察解释，好吧，再等10分钟。我看警察很无奈的样子，心中有点同情。谢谢陈先生理解，我们片警要是都遇到你这样的好市民，平均能多活10岁。2个警察对我好感升级，又知道我有正经工作，买房买车，基本上确定我是被诬陷的。3点40，报案人没来，2个警察把我送出门口。我到公司，屁股没坐热，电话又来了，陈先生，报案人到了，您现在方便来一趟派出所吗？我要上班。好的，那就不打扰了。我正要挂电话，忽然听见里面传来尖锐的声音，你们也听见了，他就是小偷，偷了我手机才不敢来对质的，快把他抓起来！你们警察都是吃屎长大的吗？马上去给我抓人，小心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差点笑场，说警察吃屎，还说警察吃不了兜着走，这女人100年难遇。挂完电话，我来到会议室准备跟经理请假，一听到我说要请假，所有同事也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开会的经理差点跳起来，请假？项目这么紧你要请假？请什么假？年假？我3年没请年假，累计到现在总共21天，加上周末等等，刚好1个月可以不用上班。项目经理怒了，这个项目你是主要开发人员，如果你请假，整个项目都会被耽误。我一直没亏待过你的。经理说的没错，为了给我争取工资，他敢跟老板吵架，我也不想隐瞒大家了，我得癌症了，肺癌晚期，医生说平均存活期6个月，如果扩散3个月内走人。这次把年假休完之后，我会辞职。我的话比辞职更让大家震惊。同事一场，大家以后多吃多玩，祝福大家少加班多加薪。对了，尽量别抽烟。我笑着说，我的笑容有点凄凉。同事们都不说话了。项目经理默默地把我从开发资源中移除，我开始写交接文档，善始善终吧，毕竟
近这个公司对我真不错，今天要来新领导开会，你去吗？同事过来问，不去了，我写交接文档。2个小时之后，柳如烟打来电话，老公，我来接你下班。我心里有点讶然，这是她第一次来我公司来接我。我回了句好，就拿上电脑要离开办公室。这时一个陌生人忽然出现在开发部，他目光望着我，你就是陈夏？我懵逼，这人是谁啊？我很有礼貌的回应，对，我是陈夏，我是谭书博。开发部开会你没参加吧？我马上明白过来，来人是开发部的新领导。你好，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讨论一下上个项目为什么延期了1个多月。我跟项目组的其他人都聊过了，就你没聊。我抱歉的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事，要和老婆先回家。谭书博沉下脸来之前，他早已了解了所有人的性格、脾气和能力。他得到的评价是我开发能力强，不爱说话，性格软弱。他声音提高了不少，目的当然是要让开发部所有人都听到。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事情，必须留下讨论工作。开发部的人都从工位上抬起头，看着谭书博，大家都在为我担心。我明白了，新领导要立威，要杀鸡害猴。开发部几点上班，几点下班？我问谭书博，早就看好了时间，公司规定9点上班，6点下班，现在才5点45，你在公司待了多少年了，连上下班时间都不知道？谭书博声音再次提高，有点生气的味道了。项目经理过来打圆场，谭总，陈夏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他老婆来接他。谭书博看了项目经理一眼，看在小刘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，马上跟我去会议室讨论上个项目延期的原因。我把电脑包背好，跟柳如烟发了个消息，让他等我几分钟。接着我跟他来到了会议室，2人坐好，我把手机拿出来，设置为静音，放桌子上。谭书博见我把手机设置为静音，很满意，他说道，开会就应该有开会的样子，我不知道今天的大会你为什么没参加，第一次就算了，下次必须参加。我说道，谭总，您不是说要跟我问项目为什么延期吗？谭书博没想到我这么急，他问为什么延期？计划的制定是根据工作量来的，工作量是根据需求来估算的，您去服务器拉一下项目制定计划时候的需求和最终形成的需求，项目为什么延期，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？这么简单的事情还需要找每个人单独开会，不是浪费公司资源吗？我说出的话完全超出了谭书博的预期，明显是在说他这个领导连基本常识都不懂。我没等谭书博反应，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6点到了，谭总，6点到了，我下班了，再见。说完，背着电脑包拉开会议室的门，昂首挺胸走出去，给谭书博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。谭书博气得七窍生烟，他嘴都哆嗦了。工作这么多年，第一次遇到这么刚的人，跟领导对得如此起劲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谭书博走出会议室，要追上去把我抓过来训斥一顿。我已经进入了电梯，看着谭书博要过来，我挥了挥手，嫣然一笑，那笑容深深地印在谭书博的脑海中，像一根刺刺入他的心，让他觉得耻辱，必须开除陈夏。谭书博怒不可遏，车还没修好，我和柳如烟坐公交回家，这还是2人第一次一起坐公交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一个老太太上来对着我说，我要坐这个位置。我愣了一下，我以为公交车没空位，正要站起来让座，看到旁边有好几个空位，就没继续，提醒老太太，阿姨，这里有空位子，快让座。你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叫你让个座，你废话那么多，那个位置不靠窗，我不喜欢，快点。我站不稳，司机不知道怎么开的车，晃动的这么厉害。老太太一手拎着塑料袋，袋子里装了3、4个苹果，另外一只手扶着椅子，看上去身体不错，手脚灵活。我经常给人让座，在办公室坐太久，有时候有座位都不去坐，也许老人想看外面的风景，我打算站起来，把靠窗位置让给这个老太太。咣，老太太手中的塑料袋直接砸在我头上，不让座，相不相信我再打你一次？老太太脸通红，我愣住了，这老人竟然出手打人。老太太塑料袋中装了苹果，砸在头上隐隐着痛，真倒霉了，喝水都要塞牙缝。我发现这2天老遇到奇葩，应该是霉运缠身的表现，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霉运，因为我感觉到老太太力气并不大，苹果砸在她头上有点痛，但更多的是舒服。作为程序员，长期看屏幕，肩和头都经常不舒服，被砸了一下之后，有种按摩的爽。既然你这么猛，我就不给你让座，力气太小。我说了一句，然后掏出手机看小说。老太太明显被我这句话给挑逗起了火气，提起袋子对着我的头再次砸过去。我头一偏，勇猛的老太砸我背上，这下力气大了不少，让我感觉非常舒服。老人破口大骂，满嘴污言秽语。我拿出耳机戴上，开始听基尼太美，鼻子里还跟着节奏轻哼哼。这下可把老太气得七窍生烟，火气都快从鼻子里喷射出来了。她提着袋子对着我的后背连续多次打击，让我对老太充满感激。旁边的几个人都看不下去了，阿婆，坐我的位置吧，别打了，你打了那么多次，别人都没还手。另外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个学生，年轻人主动要让老人坐，少管闲事。我今天就要收拾这不懂尊老爱幼的东西，我是在替他父母教训他。我国的传统美德就是被这种人给丢光了。老太太气喘吁吁的训斥，然后双手握着袋子，要给我来一次猛的。学生模样的人气愤地说道，他都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你再废话，我连你一起打。老太太横起来，完全失去理智，见谁灭谁。中学生有点委屈，明显没被社会毒打过，这点事情就承受不了，眼圈都红了。我看着窗外，见要到站了，站起来对着老太太邪魅一笑，你力气不错，砸在肩上特别舒服，比洗浴中心的按摩给力，谢谢。老太太哪里受得了这气，她双手紧握袋子，高高举起，要使劲砸我，让我终生难忘。公交车进站减速，老人双手举着袋子，没扶把手，整个人向前扑倒，他双手没扶任何东西，由于惯性直接扑向车前方，头撞在椅子脚边。老太太白眼一翻，休克了。我没注意到老太。车门打开之后，我就和柳如烟迅速下车，隐约听见车里传来惊呼声，我们也没在意。买完菜回家，柳如烟主动提出做饭，这是她3年来第一次做饭，尽管全都糊了，又让我重新做了一次，还是让我有了一丝感动。吃完饭后，她又提出去洗碗，在打碎了几个盘子后，我默默地收拾好厨房，然后对柳如烟说，离婚条款我打印好了，如果没问题，你签个字吧。我们明天去民政局，外面没有广场舞的大喇叭，楼上没有小孩子跳绳，整个房间显得很安静。柳如烟简单的
地看了下我给的离婚协议，找打签字的地方我已经签好字了。柳如烟写上自己的名字，笑着说：“我的字没你的好看。”我笑了笑，人好看就行。两人坐在沙发上，打开电视，看到很晚。柳如烟泪流满面，她还是没忍住哭了。不离婚行吗？柳如烟问。该睡觉了，我说。第二天早上，两人带着协议来到民政局，两人把结婚证递给办事员。大红的结婚证被回收，换成了暗红的离婚证。离婚证的红色比结婚证的红色还深。我直接去了公司，回到工位，打算继续写交接内容。这时开发部秘书小优过来通知开会，大家放下手头的工作，三三两两步入会议室。谭书博坐在会议室主席台位置上，表情严肃。进来的员工本来说说笑笑，一看到谭书博这表情，隐约觉得不对劲，也跟着严肃起来。会场氛围一下就变得压抑。我选了个会场角落坐下，这种大会我都会选择最不显眼的位置。谭书博哼了2声，清理了嗓子。昨天我开了整个部门的大会，也跟部分重点项目的开发人员聊过，绝大多数员工工作态度认真专业，我非常高兴能和这么多优秀的同事一起工作。但是也有极少数员工对工作敷衍不负责任，项目延期完成也不知道检讨，找借口的能力非常强，上班迟到下班早退，这样的员工是公司的害群之马。具体是谁，数据一目了然。这是开发部员工门卡刷卡记录。谭书博将电脑投影在会议室墙壁，墙壁上显示的是迟到次数。公司没有专门的考勤机制，尤其是开发部根本没人考勤。考勤的数据是根据员工刷门卡进入公司的时间计算的。迟到次数高居榜首的是陈夏，上个月陈夏不但迟到次数多，而且还有一半的工作日没刷卡记录。陈夏，你怎么解释？谭书博当众质问。我像看傻逼一样看着谭书博，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为什么迟到次数这么多，还有好几天没打卡记录？你这是旷工，按公司规定，旷工次数超过3次就可以开除。我站起来说道：“你的意思是前面的领导都是傻波一，我旷工那么多次都没开除，对不对？”谭书博脖子通红，额头充血，在灯光照射下，额头反光，亮晶晶的。他本来就想拿我立威，见我如此桀骜不驯，在这么多人面前让他下不来台，他差点当场失态。我不管你前任领导是怎么处理的，总之在我手下不行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当众解释，如果不说清楚，立即开除。谭书博深吸了一口气，压制住胸中怒火。我坐下，一言不发，那神态很明显，老子懒得给傻波一解释。陈夏，你被开除了，收拾好东西滚蛋吧。谭书博说：“谭总，开除我也要给离职证明的，谢谢。”我不紧不慢的回答，把谭书博气得半死。秘书小优低声问了谭书博2句，然后宣布会议结束。我没理其他同事探寻的目光，我打开电脑，登录到开发账户，打开代码嵌入日志，将最近1年的代码提交日志截图保存，再将日志导出，发送到自己私人邮箱中。15分钟之后，人事部的人过来通知我被开除了，然后递给我一张单子，让我签字。开除原因是我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，无辜旷工时间累计达到了51天，通知一式2份，我在2份上都签好字。人事部盖好章之后，收拾好东西，我就直接离开公司。回到家后，我打开电脑，将自己向服务器提交代码的日志截图下载下来，将公司给的开除通知书用手机拍照上传到电脑，开始写邮件。我是陈夏，今天被开除，开除的原因是我旷工，1年旷工累计的高达51天。公司根据门卡刷卡记录，确定当天员工是否上班，我有51天的上班时间无任何刷卡记录，那是因为我在公司连续加班，没出过公司。附件是我的代码嵌入记录，可以很清楚的显示，代码提交的时间有凌晨2点的，也有半夜11点的。代码服务器放在公司内部，物理隔绝外部网络，因此我不可能在家提交代码。提交代码的 IP 地址也是公司内网的。描述完事实后，我没提任何要求，把这封信发给了公司人事总监和人事部负责处理具体事情的同事。写完邮件，我感觉到胸闷，我平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灯，没开灯，灯就没亮，就像没有生命，人就成了尸体。前妻柳如烟没在家，不知道是不是回娘家了。等胸闷过去之后，我将医院开的7、8瓶药拿出来，按照用法与用量分别倒出几粒，扔嘴里，用水送下肚子。药物的糖衣在我的舌头留下隐约的甜味，服药也是甜蜜的，就像人生。甜蜜中包裹的其实是苦涩。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公司人事打来的，人事部的小女生说话的声音很好听。陈夏，你那个邮件我们总监看到了，你能来公司一趟吗？我身体不舒服，打算去外地散心，就不来公司了。是这样的，公司对你开除的决定有点仓促，赔偿方面都没谈，所以想让你过来补签一个赔偿协议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把相关文件给古红律师事务所，他们等下就来跟我签委托协议，我会委托律师过来谈。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，人事小女生说道：“要不稍微等等，我把您现在的情况给领导说一下。”好，我当然没找什么古红律师事务所，我虚晃一枪，目的不仅仅是让谭书博难受，也是为自己和开发部的其他同事争取利益。开发部7个小组，大家关系一直不错，我对谭书博没好感也没恶感，我这样做只是想让谭书博知道，领导和下属大家各自安好，别因为你是领导就可以随便处置下属。10分钟不到，人事部的小女生电话又来了，你有什么要求直接给我们说，没必要去找律师，领导说了尽量满足。我说道，让谭书博给全公司员工发邮件，承认开除我是错的。2，让谭书博在开发部开会，公开向我道歉，我会转告的。6点之前我要知道结果，如果没结果，我默认公司拒绝我的要求。挂完电话，我觉得神清气爽，不知是药物起作用还是开除的事情在按照自己预期的方向走。没等到6点，电话响了，是陌生的电话。我接通后，听出来是谭书博的。陈夏，我是谭书博，我向你道歉，没充分了解情况就对你做出了开除的决定，是我不对，在这里郑重向你道歉。开除我的时候是公开的，道歉我也希望公开。我已经撤销了开除你的决定，希望你能回到公司上班。我已经有新工作了，回来就算了，你的道歉我也不接受，因为没公开道歉。说完，我主动挂了电话。谭书博气得差点把手机捏碎。你离职就离职，你故意激怒我，给我挖坑，有你这种人存在，简直是程序员的耻辱。公开道歉，这是
是不可能的。他谭书博来公司不到1周就公开给手下员工道歉，微信全无，还怎么管手下的人？道歉电话是打了，当着人事总监打的，如果不打，我把这个事情搞大了，影响公司形象。陈夏不接受道歉，谭书博说他提了什么条件？人事总监问，谭书博纠结了几分钟，还是说出了我的要求，他要我公开道歉。人事总监不是傻子，他知道了谭书博的难处，两人聊了半天，最后弄出一个协议，因为个人原因辞职，公司感谢我这些年的辛苦工作，赔偿我12个月的薪水，这是人事部能弄出来的最大赔偿金额了。除此之外，他们没想出更好的方法，毕竟一旦打官司闹大，不知道最后会弄出多少事情。我接到人事部通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。行，我明天来签字。我满口答应。我税前3万块月薪，12个月工资就是36万，因为是赔偿金，属于损害补偿，也不用交税，算是一笔意外之财。晚上11点，开门声响起，柳如烟终于回来了，眼睛红肿，脸也有点浮肿。我要回趟老家，如果有人来买房，你去谈，不能低于600万。你多久回来？1个月之后，你不上班被开除了。我又给赚了柳如烟16万，这是赔车的钱，我赚你一半。你以后别大手大脚了，也别买什么乱七八糟的理财产品，我也不认识什么人，没法帮你找工作。房子尽快卖掉吧，不然你都没钱花。忽然，柳如烟抱住这个被他喊了3年窝囊废的男人，把头埋在我的胸口，抽泣着。他人漂亮，能找到更有钱的男人，但是再也找不到比我对他还好的人了。这个人得了绝症，生命只剩下不到6个月，两人也都离婚了，还在担心他的未来，怕他没钱花。柳如烟就这样使劲地抱着，像抱着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，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贵。第2天我去了趟公司，人事部把开除决定取消了，换成了正常离职手续，还找财务部给我多发了13.5个月的工资，其中半个月是他未发的工资，1个月年假直接折算成钱，剩下的12个月是作为离职补偿。忽然间得到40多万块钱，我一点开心的感觉都没有，除生死外，其他都是闲事。癌症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。我去4S店把修好的车取回来，然后给柳如烟发了条信息，车修好了，我要开车回老家。想起要去老家待1个月，我开车回家，打算带上换洗衣服。柳如烟没出去玩，让我有点小意外。看到我在收拾衣服，柳如烟又是一阵内疚，自己每个月都在买新衣服，我结婚后就没买过一次衣服，还穿着3年前的衣服。等我收拾好，柳如烟已经弄了一大桌子菜，放心吃，不是我做的，订的外卖。柳如烟对自己做饭的水平相当不自信。天色已晚，柳如烟弄了这么多吃的，她怕我身体出问题，希望我第2天再回家。以前我都是坐长途汽车回家，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能到家。村里有人外出打工赚钱之后买了车开回家，很有面子。我的父母也希望我能开车回家，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没开车回去，还笑话父母虚荣心重。直到母亲在1年前离开人世，我特别难过，这也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。这也是我宁可劳累5个小时也要开车回家的原因。第2天早上，我起床看到桌子上有煎鸡蛋，有牛奶，有面包。柳如烟在厨房穿着围裙，你弄的，多吃点，路上会饿。我没说什么，默默地吃完早餐，发现昨天晚上找出来的衣服裤子都已经叠好，还装进了塑料袋。我提着塑料袋放进车后备箱，拉开车门，发现副驾驶上摆放有饮料、面包等吃的。路上要吃东西，累了就去服务区休息。柳如烟说：“你考虑的真周到。”我夸了柳如烟一句，启动车，给柳如烟摆了摆手，迎着小区斑驳的阳光开车回老家。父亲陈大东在县城当门卫，我没去看父亲，先开车回乡下老家。老家2层楼的房子，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就很少回家。我车停在家门口，魔都城里的那个家是1套房，这才是我心中的家。我忘记带钥匙了，进不去，提着香烛、纸钱，拎着2瓶酒，我来到山坡，这里有母亲的坟，坟头上草长得非常茂盛。农村有传说，好人的坟头上草会长得茂盛，垒坟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把周围的草挖过来垒在坟头上。我的母亲说了，她不需要。我拿出3个酒杯，斟满酒，放在坟前，跪下磕头，抬起头的瞬间，满脸眼泪，将纸钱点着，将剩下的酒浇在纸钱上，淡蓝色火苗腾空，纸钱慢慢变成了灰。我跪了好久，腿麻木了，我就坐在旁边，就像小时候妈妈在做针线活。我搬着小板凳坐在旁边，听妈妈讲村里的飞短流长。妈妈说了要给我带孩子，妈妈骗人，我还没生孩子，妈妈就丢下我一个人走了。我在城里经常觉得孤独，现在在妈妈身边，我的心安稳下来。妈，我很快就要来陪你了。我以前祭拜说的是来看您，这次我估计6个月后要来陪您。我希望安葬在母亲身旁，这可能是我一生最后的愿望。祭奠了母亲后，刚回村就听到村长说表妹差点被凌辱，我连忙开车到舅舅家，家里就表妹一个人。我记忆中的齐淑兰梳着辫子，带点婴儿肥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很活泼。眼前的齐淑兰头发很乱，脸色苍白，双颊凹进去，比我还像具行尸走肉。听到有人敲门，齐淑兰惊恐万状，从门缝中看到是我，才敢把门打开。兰兰，来，哥哥给你买了很多零食。齐淑兰反应很迟钝，过了10几秒才摇头表示拒绝。我心一揪，从小那个跟着我屁股后面的妹妹，竟被折磨成了这副模样。没过一会，舅舅和舅妈扛着锄头回来，看到齐淑兰站在一边，叹了口气。我没敢直接问表妹的情况，偷偷问舅舅，那个畜生在学校里要凌辱舒兰，舒兰在女生寝室，衣服都被撕破了。寝室4个女生，其他3个女生都吓坏了。要不是有老师过来巡逻，舅舅简单描述了一下情况。警察怎么说？警察来把那个畜生抓走了，很快就放回来，说他们有大医院的证明，是精神病，还有抑郁症，这个不算违法。舅妈在旁边抹眼泪，兰兰吓坏了，不敢去学校，天天做噩梦。我知道了，1周之后让舒兰来学校上课。
课，其他事情你们都别管。舅妈，我给你转1万块钱，你买点好吃的。兰兰太瘦了，本以为这个世界除了我爸，其他人不值得牵挂。看到齐淑兰的瞬间，我一阵揪心的痛。原来这个世上值得他牵挂的人还有很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开车去看望了下父亲，交代了几句后，就来到了表妹的学校，这也是我的母校。当年成绩不错，以全校第5名的成绩考上了名牌大学。对学校，对老师，我充满感激。但是这次不是来感激学校的，来到校长办公室，我把手中的2瓶名酒放桌子上。孟校长您好，我叫陈夏，8届学生，好多年没回母校了，想来看看。孟校长笑了笑，顺手把2瓶酒收起来，放桌子脚边，显得不那么显眼。他认出来了，这酒好几千1瓶，学生回来肯定是有事情。我寒暄了几句，开门见山道：“我有个表妹叫齐淑兰，高2、3班的，她在学校被一个叫魏军的人骚扰，差点被凌辱。”孟校长脸色变了，起身把房间门关上，叹了口气：“齐淑兰的事情我是知道的，魏军从女生寝室的围墙翻进去，潜入到女生寝室，我们也报警了。魏军家有医院给的证明，还有医疗记录，他是精神病、抑郁症，这种情况警察也没办法。他们给的证明，学校有备案吗？学校也有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马上找给你看。”孟校长也不知道拨打了个什么电话，对着电话说了一通。一个女秘书拿着一叠资料过来，孟校长递给我，上面的确显示魏军是精神病和重度抑郁症。知道了，谢谢孟校长。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不开除魏军？魏军是抑郁症，如果开除，万一出什么事情，学校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笑了，是魏军的父亲魏长发有钱，给学校捐款了100万，学校不愿意得罪他吧？既然这样，那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了。我把资料拍了照，就来到了离学校不到200米的一栋别墅前。这是魏军的家，价格昂贵不说，还很难买到。给我开门的是一位佣人，我叫陈夏，来找魏军同学的家长。我很有礼貌地说。开门的女人进去说了几句，不一会，一个富态的中年妇女就走了出来。你好，我是魏军的妈妈，请问你是学校的老师吗？我笑了笑，我是齐淑兰的表哥。女人一脸疑惑，你的儿子魏军在学校试图强奸我表妹，我见对方都不知道齐淑兰的名字，心中只觉得悲哀。有钱人伤害了别人，就连别人的名字都不知道。陈先生笑话了，我儿子不会做这种事情，那只是他发病了。当然，我们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，需要赔偿多少钱？陈先生说个数字。女人显得非常有礼貌，说话滴水不漏，不要钱，我要魏军退学，永远不要出现在县中。你是什么东西，敢让我退学？相不相信？我现在就弄死你！一个嚣张的声音忽然出现，我完全不用猜就知道是魏军回来了。我扭头看着魏军，像要把这人的样子刻在脑海中。魏军2步走到我面前，看什么看？老子有精神病证明，精神病杀人都不犯法，更何况强奸？齐淑兰早就被我看上了，她跑太快，下次就没这么容易逃。这女人不乖乖的配合，竟敢反抗，贱货！我没理魏军，更没有因为对方的话难听而生气。我淡然的看着女人，再问一句，你同不同意她退学？女人皱着眉头说，我儿子毛病不少，但是退学的事情就不用商量了。我起身，再见，别走，老子弄死你再走。魏军非常嚣张，看样子他妈也管不住他。我走出门，还传来魏军的声音，老子随便叫几个人就可以把他弄残，敢来我家耍威风。我找到了一家打印店，把手机中拍好的照片打印出来，又买了10几张厚实的牛皮纸，去油漆店买了红漆。我开始忙碌起来，写字、录音，买了超大喇叭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第2天，我早早来到学校门口，拉出用大幅牛皮纸，牛皮纸上用血红的油漆写的大字：为了钱，学校不顾全校师生安危，让有杀人风险的精神病患者上学。接着，我把数百份资料拿出来，见人就发。除此之外，再启动高音喇叭开始播放，这东西比广场舞的音响功率还大，声音直接覆盖了整个校园。各位师生请注意，高2、7班的魏军是一名精神病患者，他随时可能会做出杀人的行为。精神病患者杀人是不犯法的，请大家注意安全，戴好安全帽再上课。声音高昂刺激，让正在早读的学生全都听见了。魏军在座位上气得破口大骂：草泥马，老子要杀了你个狗日的！听到我的广播，结合魏军的表现，很多同学都害怕了，尤其是魏军的同班同学。住校生没办法，没住校的学生陆陆续续走出教室。播放了20分钟左右，我就关闭了大喇叭。等材料发的差不多了，我换了播放内容，把播放机和大喇叭搬上车，在县城街道慢慢开车，开向教委，顺便播放着县中高2、7班的魏军是一名精神病患者，他随时可能会做出杀人和强奸的行为。学校为了钱，不顾师生生命安危。片刻后，我把车停在教委门口，反复播放。很快有人过来让我别放了，我把检举材料递给了教委，顺便说明一下，2天之后，如果魏军还在学校，我会上市教委检举你们县教委不作为，顺便向全网公布。没多久，几十个家长带着愤怒在学校抗议，在教委门口抗议。这个事情要是不处理，绝对会闹更大。教委的速度很快，上午10点不到，安排了好几个人去县中。中午12点，学校食堂大喇叭开始广播。经过查实，高2、7班的魏军同学患有严重疾病，不适合继续学习，现给予劝退处理。魏军是被他妈接回家的，一路上魏军都在破口大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，我找人弄死他。魏军咬牙切齿，想起这个人用大喇叭让他在同学面前丢脸，他就想把这人弄死。魏军气愤不已，又不敢冲何俊娟发脾气，只好对着家里的门使劲踹了几脚。呜呜，警车的声音非常刺耳。接着几个警察和医生出现在魏家别墅。何俊娟感觉不太对劲，你们找谁？我们得到举报说你们家有位叫魏军的人有严重精神病、神经分裂症状，这种情况随时会攻击他人，不适合在家休养，必须接受治疗。走在前面的医生说道。何俊娟马上解释道，没这回事，我儿子很正常，抱歉，根据举报人提供的信息，我们查了精神病院留的记录，你儿子的病情非常严重，隐瞒病情对你和病人都不好，如果不配合，我们会向法院申请剥夺你的监护人权利。警察很严肃地说。魏军看到警察一点都不怕，好多警察来找过他吧，态度可好了，我就是魏军，你们找我干嘛？魏军很淡定地说。咔嚓几声，警察把魏军铐上，魏军脚乱
乱踢，你特么的疯了吗？抓我干嘛？病人病情严重，已经发作。旁边的白大褂说，几个男医生和警察一起把魏军按住，一个护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针管，一针扎下去，魏军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叫声和辱骂声。药物推进后，魏军依然在使劲挣扎。我没病，老子要弄死你们！医生直接把魏军五花大绑，绑在担架上，送往医院，请签字。医生拿出一个本子，让何俊娟签字。何俊娟气得手发抖，过了好一阵才控制住怒气签字。精神卫生中心，李厚恒是精神病院主任医师，就是他写的魏军有精神病。我直接找到他，很简单的说了一句，精神病只有病情描述，没有开药，没有治疗记录，只要我把这个事情捅出去，你会坐牢。魏军看到李厚恒，以为看到了救星，李叔叔放了我吧，你是知道我真没病的呀。李厚恒拿出钢笔，飞快的写着。魏军看李厚恒不说话，急了，李叔叔，上次证明是我爸妈找你开的，你知道我是正常的，我真没精神病，你特么的说句话呀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李厚恒对身旁的几个医生说道，病人有轻度幻觉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，先开一个疗程吧。魏军一听，破口大骂，李厚恒你特么的想死，老子出来要弄死你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李厚恒说道，立即治疗，把其他病人的治疗延后。魏军被弄进治疗室，治疗室的隔音效果很好，只有隐约的惨叫声传出，精神病人都受不了，何况正常人。治疗室主要的治疗手段是电击，半个小时的电疗。魏军杀马特造型的头发变得更加明显，头发精神多了，跟精神十足的头发相反，他整个人萎缩下来，不骂人了。一个护士过来要给魏军吃药，精神病人能正常吃药的不多，大部分都需要护士帮忙。魏军当然不想吃药，两个男护工过来，神色不善，如果不想被电击，就老老实实吃药。护士明显是在威胁，魏军直哆嗦，电击治疗太可怕了，7、8颗药，魏军没有半点犹豫，一口闷。护士不放心，让魏军喝了水，还检查了口腔，防止魏军把药物压在舌根不吞下去。魏军以为吃药就结束了，其实这只是开始。刚进来处于治疗前期的病人都需要捆绑，魏军半躺着捆绑在床上，能活动的范围很小，头部能一定范围内自由转动。他扭头就看到窗户外面我的脸，我脸上带着得意的笑，说多讨厌有多讨厌，还朝着魏军勾了勾手指。刚刚平静下来的魏军一向横行惯了，哪里受得了这种挑衅？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你特么的阴人算什么东西？出来之后绝对要杀你全家，一个不留。魏军一边说一边使劲用脚踢，踢不到任何东西，就只好用脚后跟撞击床板，发出咚咚咚的沉闷声音。外面的护士听见声音，立即报告给主任医师，病人情况严重，需要加大电击剂量。医生很快给出结论，两个男护士过来推着魏军的床往治疗室方向走。魏军明白他再次被阴了，吓得全身发抖，用尽全力挣扎着想起身，被男护士强行按住。何俊娟也赶到医院，看到儿子被如此粗暴对待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冲上去就要拉开护士，请不要干扰我们正常治疗。一个医生过来，什么正常治疗？我儿子没病，你们要对他做什么？何俊娟怒斥医生，电击治疗，这是治疗情绪不稳定病人的常规操作。什么？你对我儿子电击？对，第一次电击完成后效果不明显，我们刚加大了剂量。医生态度很好，很耐心的给家属解释，他又是难过又是气愤，当场炸裂。不行，马上给我停止，我要投诉你们，杀人了呀，杀人了！何俊娟尖叫起来。保安！医生显得很冷静，几个保安过来，目光阴冷的看着何俊娟，如果你继续闹，我们可以认为你精神分裂，你儿子的症状很可能遗传自你。医生说道，这里是精神病院，不是普通医院，精神病院从来不怕医闹，如果医闹过分，直接给你开个精神分裂的结论，上电击，如果不服还可以加大剂量。何俊娟立即闭嘴，强忍着难受，听着治疗室隐约传出的呐喊声，她紧咬着牙关，选择给李主任打电话，我正在忙，你去703房间等我。李主任没直接回答她的话，何俊娟等了半个小时，李主任才出现。李主任把门关上，才压低声音给何俊娟说话，现在只能把你儿子当成精神病治疗了，不然我们都得坐牢。那个叫陈夏的人随时在医院逛，万一被他抓住把柄，估计会闹得更大。何俊娟一阵后悔，要是直接答应让儿子退学然后转学，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。谢谢你，李主任，我找老魏想办法，记得把医疗费缴了。李厚恒好心提醒一句，让何俊娟差点当场吐血。老娘花钱来折磨我儿子，造孽啊！未来酒厂的办公室，魏长发刚刚开完会，就接到了何俊娟的电话，你想办法让那个陈夏闭嘴，让陈夏闭嘴，要么给钱，要么让他不敢说话。魏长发觉得可笑，讹钱讹到我身上来了，不想想我魏长发是什么人。接到魏长发的邀请的时候，我正在宾馆玩手机打发时间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让魏长发的小弟带路。我到来的时候，没人起身迎接，都盯着我，想用目光给我个下马威。我完全没注意到别人吃人的目光，看着旁边有空位子就坐了下来，看了看周围的人，一下就认出来，坐旁边的人应该是魏长发，那个满身纹身的肌肉男是来壮声势的。肌肉男说道，兄弟喝白酒还是啤酒？我看了看满桌酒瓶，说道，魏老板找我来谈事情的，不是来喝酒的。肌肉男啪的一掌打在桌子上，你特么的给脸不要脸，老子同意你做了吗？你竟敢坐下！我冷冷的说，谁是魏长发？我靠，魏总的名字是你叫的，相不相信我马上弄死你？肌肉男站起来，马上要动手打人。我提起啤酒瓶，对着桌子边沿使劲砸下去，哗啦一声响，瓶底碎裂。肌肉男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拿着锋利的啤酒瓶对着他脸上扎过去，他迅速往后躲，脸上被玻璃划伤，鲜血长流。我没有停手，一把抓住了肌肉男的头发，另外一只手上的玻璃瓶对着肌肉男喉咙扎过去。等等！
魏长发大吼一声，我停手！锋利的玻璃已经划破肌肉男喉咙外的皮肤，血缓缓流出，只要我稍微推进一点点，就会扎破他的喉咙。肌肉男吓得发抖，魏长发比他抖得还厉害。他只是安排肌肉男恐吓一下对方，没想到被吓住的是自己。他看着我的脸，那是一张淡漠的脸，脸色平静，对生命的漠然，对自己和别人的生死毫不在意。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难道杀过人？魏长发完全相信，要是自己那一声喊晚了，这人绝对会割断肌肉男的喉咙。魏长发怕了，他堆满笑脸，陈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声音依旧冷清，想弄死我的还有谁？在场的众人全都吓得不敢说话，他们平时都是吓唬别人，哪里敢真的玩命啊？接着魏长发发话了，他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，都是我那儿子不争气，惹陈哥生气了，我自罚3杯。说完一口气连喝3杯，我将酒瓶从肌肉男的脖子上拿下来。魏长发挥了挥手，把其他的人叫了出去。他是人精，通过我的动作迅速判定出我的态度，他打算用第二种方法，20万作为赔偿。魏长发直接将心中的数字提高了10倍。我简单的回答了，光赔钱不够，我要他在精神病院待半年。我说完推开包间房门走了。魏长发又气又急，他本来想着让我拿钱，他就报警抓我，20万足够判我好几年，然后就可以把儿子从精神病院接出来。可没想到我软硬不吃，让他的操作全部落空。魏长发给何俊娟电话，两人在电话里相互指责对方没把儿子带好，吵了半个小时。魏长发说了他对你的判断，希望何俊娟以母亲的身份打动你。我是第2天见到何俊娟的，女人穿着普通中年妇女的衣服，看上去像一个刚从菜场买菜回家的家庭主妇。何俊娟叹了口气，陈先生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，我儿子魏军在精神病院，每天被电击、注射药物，还大把的吃药。这些药精神病人吃了没事，正常人吃了也会变成精神病。我这个当妈的心如刀绞。何俊娟快要哭了，我没有半点被打动，鳄鱼的眼泪而已。我表妹在家天天做噩梦，都不敢上学，这都是你那精神病儿子害的。你儿子是人，你当妈的心如刀绞。我舅舅舅妈不是人，他们不心如刀绞。这个事情是我儿子做错了，我们魏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我马上安排人给齐淑兰同学补偿50万，你看够不够？我看了看何俊娟，似乎在纠结什么。何俊娟心中暗喜，老魏昨天给他20万，他想都没想就走了，看来还是钱给的不够啊。我把手机拿出来放桌子旁边，何俊娟一看知道对方担心录音，他也把手机拿出来解锁递给我，还顺便拍了拍全身，表示自己没录音。我淡淡的说道，有人出60万让我守着你儿子，直到真正变成精神病为止。何俊娟大吃一惊，是谁啊？要出60万来害自己的儿子？肯定是自己这边的人。70万，小陈，你给卡号，我马上转钱给你。我不要你说出来是谁让你做的，只要你停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出60万的人现在还没给你钱，要是成之后再给，对不对？我迅速说道，重婚罪可以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按我国法律规定，犯罪分子不能担任企业法人。在我说了重婚罪之后，何俊娟马上明白了，魏长发在外面有人了，而且这个人肯定已经和魏长发生了孩子。一旦魏军成了真正的神经病，魏家的大部分财产都会变成这个私生子的。其实这所谓的60万，让我把魏军弄成真正的神经病是假的。我只知道魏长发有情人，情人跟老婆之间天然会有矛盾，稍微利用一下，何俊娟就相信了。她马上说道，谢谢陈先生。两人分开之后，我开车回乡下老家，带着齐淑兰去办理了张银行卡，再让何俊娟手工抄了卡号。等收到转账之后，齐淑兰去学校上课，我去精神病院找李主任。另一边的何俊娟在几天后向法院起诉魏长发重婚，有照片，魏长发和一个女人很亲热，还有录像，一个和魏长发长得非常像的小男孩叫魏长发爸爸。后来魏长发被判刑2年，我把齐淑兰的事情处理好之后，来到父亲身边。父亲看到我，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为了带父亲出去玩，我骗他说公司有个福利，安排员工带家属去港城玩，我就报了他的名字。我笑嘻嘻的掏出机票，上面写着陈大东的名字。父亲尽管觉得浪费钱，也只能跟着去了。第2天父亲请了假，我就开着车和父亲来到城里的家。柳如烟也在家，爸，你喝水。柳如烟非常热情，让陈大东有点不习惯。2年前，柳如烟对陈大东这个公公是相当冷淡，各种看不顺眼。陈大东来儿子家里，比去陌生人家里还不舒服。爸，吃点水果。陈大东刚喝完水，柳如烟又削了苹果，洗好了葡萄，用果盘端过来。我把柳如烟拉到一边，低声问，你在干嘛？我对爸好一点不行吗？柳如烟问，随你，我没再多说什么，毕竟让父亲不知道自己离婚也是件好事情。我带着父亲去买了新衣服裤子，买了新手机，让这个农民出身的老人一直难受。大宝，你骚包什么？乱花钱，要是在老家，我早把你屁股打肿了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不要以为你结婚我就不打你，我是在给你媳妇面子。几天之后，我出现在飞机上，旁边是第一次坐飞机的父亲，父亲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又是兴奋又是紧张。飞机缓慢滑动，平稳起飞。陈大东紧张没了，更多的是兴奋。儿子在身旁，他不紧张。小时候，父母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；父母老了，儿子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当飞机穿过云层，陈大东那满脸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笑。我陈大东命好，有个有出息的儿子。村里其他人大部分都没坐过飞机，我坐了，还要去港城。幸福和自豪在陈大东的心中涌起。老人家要求不多，所以特别容易满足。2个小时不到，飞机停留在港城维多机场，可以看到繁华的港口。陈大东感觉还没坐够，就被我领着跟在其他人后面，简单吃了午饭，然后去了游乐园，这是孩子们喜欢的地方。大宝，你们该生孩子了，我想当爷爷。陈大东看着小孩子玩，对我开始不满了。爸，想什么呢？先去玩项目。我带着父亲像小时候一样牵着父亲的手，一个个项目玩。父亲的愿望这辈子我是没法满足了，我心里有点难过。爸那边在卖6合彩，我去买几注，说不定中大奖呢。我去买了5注彩票，接下来又陪着父亲到处玩了几天。晚上没事我在宾馆陪老爸聊天，电视机在放着6合彩开奖，老爸听不懂电视里说什么，一直在跟我说着老家的事情。当最后一个数字开出来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有点疑惑，打开包找到几天前买的6合彩，
反复对了10几次，中了2张，一张是特等奖，一张是1等奖。我呆住了，这狗老天只给自己留下5个月的时间，偏偏让自己中了6合彩。我看着电视机，看着节目主持人激动的表情，我想把电视机砸了。这几天四处奔波，让身体一向很好的父亲很快就睡着了，而我通宵失眠，像回到了重新项目赶进度通宵加班的时光。第二天，我让父亲在宾馆等我，我自己去兑奖。特等奖1.2亿，1等奖600多万，交完税折算成华国货币，竟然有10亿。看着银行卡里冰冷的10亿，我仿佛是在做梦一样。过了好一会，我才回到宾馆。我也不管父亲是不是同意，带着父亲去了港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。回港大厦里面全都是世界顶级名牌，我带着父亲瞎逛，路过一家叫派瑞达的服装店，看到有件藏青色的上衣不错，我对售货员说道：“这件衣服拿下来让我爸试试。”售货员冷冷地看着我，这衣服20多万一套，你确定买得起？我没想到在回港中心这种商场依然遇到了歧视。陈大东一听要20多万一套，他马上怂了：“大宝，这衣服的颜色我不喜欢。”售货员带着一副果然买不起的表情，玩味地看着我：“你确定我买不起？你敢不敢赌？如果我买得起10件，你把手指砍掉1根。”售货员看我那架势，决定再激一下我。我是售货员，不能随便跟客人赌博。不过我要提醒一句，10件衣服价值大约270万左右，你确定要买？我使劲拉着父亲的手：“爸，试试这2件衣服，还有裤子，另外拿几根腰带，要跟裤子颜色相配。”售货员知道今天遇到大款了，他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态度，拿来了好几套衣服裤子，让我的父亲一件件试穿。试穿的时候，他尽力伺候着，根据陈大东的身材挑选了好几套。人靠衣装真是不假，陈大东穿着这套价值接近50万的衣服裤子，整个人精神了很多，看上去年轻了不少。爸，这套衣服很合身，我说道。选好好一阵，总算选了5套衣裤。售货员把衣服裤子叠好，用袋子装好，压制住内心的兴奋，说道：“先生，请刷卡。”刷卡？谁说要刷卡了？我又买不起，刷什么卡？我只是试试而已，难道买不起就不能试穿吗？太可笑了！我带着父亲昂然离开。那个售货员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明明知道我们买不起，还让我们刷卡。远处飘来我带着疑惑的声音，售货员气得双手发抖，呼吸急促，胸欲炸裂开，想要骂人又不敢，怕被我投诉。他冲进更衣室，对着一个塑料人体一阵狂打狂踢。父子没继续逛商场，去小吃街吃了港城特色小吃，然后陈大东买了一大堆能带上飞机的零食，带给老家的亲戚。我看着忙碌的父亲，又是一阵心酸。我以为这个世上除了父亲，其他人不值得牵挂，只要把父亲安排好，他就可以毫牵挂的离开人间。看到父亲要给那么多人买礼物，我才想起小时候有多少人曾经疼爱过我，给我好吃的，给我小礼物。也许人生就是会欠债，一直还不清。提前2个小时去机场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去免税商店给柳如烟买了个包。虽然已经离婚，但是毕竟夫妻一场，疲惫不堪的坐上回去的飞机，不知道是去休闲还是去受罪。这次旅游让我感觉比加班还累，人在旅途只剩归期。回到家，前妻柳如烟精神明显好很多。我带父亲附近的饭店吃午饭，爸，明天我给你做饭。陈夏不吃我做的饭，说难吃。我练了1个月，厨艺大增。柳如烟说道：“好啊，明天我们在家吃。”陈大东见儿媳妇这个样子，很开心。饭后，我和柳如烟假装去楼下散步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们都离婚了，你没必要这样。你对我越好，我越害怕。我有个同学叫古小游，我们小学和初中都是同班同学，关系一直非常好。他爷爷在我们现在这个小区买了房子。我静静地听着，不知道柳如烟怎么扯这么远。古小游的爷爷至少10年前就得了肺癌，第8医院说这老人最多能活3个月。后来他们家找了个老中医，古小游的爷爷每个月都去找那个老中医看病，老人家到现在还活着，身体非常好，天天在小区跳广场舞。柳如烟终于说到了重点，你是说那个老中医能治好肺癌？我心头火热起来，没有人真想死，没治好，但是也没恶化。我跟古小游约好了，周末带着你一起去看望他爷爷，顺便问问老中医在哪里。我心中升起希望。如烟，谢谢你，如果能控制病情，我们就复婚，行不行？我想了想，那套房子，如果你不想卖，就直接把我名字去掉吧。我没有直接回答复婚的事情。柳如烟依然很开心。第2天中午，柳如烟做了7、8个菜，味道相当一般。陈大东不挑食，我心情好，2人吃的都很多，让柳如烟以为自己厨艺真的进步了。午饭之后，陈大东坚持要回农村，出去旅游一趟，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要赶紧送出去。我理解父亲那颗显摆的心，我开车送父亲回乡下。父亲刚下车就叫着要把东西拿出来，没多会儿，舅舅和舅妈提着几只鸡过来，齐淑兰也跟在后面。陈大东得意地说这些东西都是港城买回来的。舅舅一边帮忙搬东西，一边说起近况。这次齐淑兰周考成绩只稍微下降了1点点，他们非要来感谢我。自从母亲去世后，舅舅一家就很少来我家了。这次带这么多吃的来家里，让陈大东有点看不懂。舅妈说漏嘴，把齐淑兰被欺负的事情说了，还说我最后去找回了场子，让魏军退学，还在精神病院被电击的事情。陈大东听得心惊肉跳，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情。本来还打算带着儿子去县城几个当保安的同事那边显摆，听说了我跟魏家的矛盾之后，陈大东怕了，立即要安排儿子赶紧回城里。我没有在意，爸，你去县城选套房子吧，儿子现在很有钱。父亲刚想说什么，他的电话响了。陈大东把手机音响设置到最大，忽然想起还没给我舅舅和舅妈显摆自己的新手机，他就做出一个很夸张的接电话动作，好像是领导在接听下属的电话，还故意开了免提。大东哥，我听说我回来了。电话里传来唐姨父的声音，这个唐姨父跟我家是隔了好几代的亲戚，叫崔永乾。听说他儿子崔大志几年前也考上大学，升学宴的时候陈大东送了100块钱。对，我和我出去玩了1周，还坐了飞机，来回路费就7000块呢。陈大东终于又逮住一个人，开始吹嘘自己的辉煌经历，然后等着崔永乾羡慕。陈夏没走回魔都吧？没回就好，我马上过来，有事找陈夏。崔永乾没羡慕，2句话说完就挂了电话，让陈大东很不爽。他还没吹够
错吗？我等了快1个小时，崔永前才出现就哭丧着脸。陈夏，总算见到你了。大志又惹了麻烦，你要不帮他，他这辈子都完了。我吓了一跳，这个崔大志从小就莽撞，不会借网贷了吧？大志怎么了？他出车祸了，开车的时候把人蹭破皮。大志这孩子胆小，开车离开了。这个人记住了车牌，已经报警，怎么办啊？崔永前焦躁不安，肇事逃逸的确不对，但听说只蹭破皮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那没事，蹭破皮不是什么的大事，大不了赔对方点钱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事，但是对方不讲道理啊，非要让大志坐牢，估计是讹人，赔偿点钱吧，花钱消灾。我为这个姨父默哀，遇到爱闯祸的儿子，还真没办法。姨父如果没钱，我打算先帮忙垫上。南，他们已经报警，我们也接到警察电话，让最迟明天去。陈夏，姨父现在就只能求你帮忙。姨父难过的哭了起来。姨父，没事的，这种小事情不会坐牢的。我安慰唐姨父，不会坐牢就好。大志打算去考公务员，这个是黑点。原来姨父担心的是这个，我打算出点钱，把这个事情摆平。他现在真不缺钱，对方应该知道大志想考公，趁着这个机会想讹钱。是啊，所以姨父想让你去顶包，你不考公务员没什么影响。唐姨父说道。我一愣，顶包是违法的，你别把小事情闹大，能用钱解决的事情，干嘛要去顶包啊？这不傻吗？没事的，最多坐几年牢而已，3、5年就出来，影响不大。那个老人已经死了，不用担心后续的事情，医疗费什么的我们出，你只管顶包就行。我发现不对劲，什么老人已经死了？大志撞死人了，你不是说只蹭破皮吗？活的那个人只蹭破皮，另外一个人年龄比较大，被撞成重伤，去医院路上才死的，非要赖皮说是车撞死的，明明就是医院抢救不及时，关大志屁事？现在的人看你有点钱就想讹诈你，要不是大志喝了点酒，根本不会发生车祸。哎，乡镇的公路太差，养路队的人都是吃屎长大的，收养路费从来不手软，就没见他们好好修路。如果路好，怎么会发生交通事故？真的想找养路队的人赔钱。唐姨父说的话让我彻底懵逼了。你是说大志喝了酒，酒后驾车撞人，一死一伤？他考公务员，分数全县第3名，心里一高兴就喝了几口酒。大志看到人过来有点慌，加上路不好就发生车祸，根本没撞人，是遇到碰瓷的。那2个人肯定想碰瓷，都是什么人啊？车开过去都不知道躲，新车呀，防撞杆都被撞坏了，修车不知道多少钱。唐姨父喋喋不休，听得我目瞪口呆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把人撞死了还怪别人不懂开？我说道，姨父，他这是醉驾，不管撞没撞人都要被判刑的。他考驾照的时候难道没学科目1吗？屁的科目1，他色盲，国家根本不给他考，体检都没通过，哪里来的驾照？说白了就是欺负人，歧视身体有缺陷的人。大致是没学过，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喝酒不能开车。我们国家教育太僵化了，很多条款都不人性化，人家国外人性化执法。唐姨父的思路相当飘逸，姨父，你这事情我帮不了忙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他怕继续听下去，3观都会扭曲，不扭曲也会忍不住踢这个唐姨父2脚。陈夏，你飘了吧？这点小事情都不帮忙，大家还是亲戚呢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小时候我还经常抱你，你拉屎拉尿到我身上，我从没嫌弃过你。你弟弟有难你都不帮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？读书读傻了？学校怎么教育你的？不知道亲情很重要吗？大东哥，你教育陈夏，不能让孩子这么冷血。陈大东也来劝我，大宝，大志的事情，你要是能顶包就去顶包吧。什么叫顶包？陈大东觉得顶包这个词语很时髦，我把什么叫顶包给老爸讲了，顺便说道，如果我去顶包，估计10年起步。陈大东秒变陈大怒，崔永前，你儿子是儿子，我儿子不是儿子，你凭什么要让我儿子去坐牢？你儿子又不考公务员，怎么就不能坐牢？